战国时期中国地区的霸主之争，本来是在周防的大内氏和出云的尼子氏之间的争夺为主，后来安邑郡山城的毛利元就崛起，逐渐取代了大内氏，进而又打败了尼子氏，最后成为了中国的霸主。当大内的大部分领土都在毛利的控制之下时，元就很明显的对实践营山有极大的兴趣，尼子家对此相当警惕。但是1560年，尼子家当主尼子晴久突然暴毙，他年仅20岁的儿子尼子义久即位。义久的即位过于突然，难以主持大局，于是对毛利家的防线出现了真空。毛利元就自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于1563年从出云白鹿城开始入侵尼子家的领地，并最终于1566年的11月占领了尼子本家的居城越山富田城。尼子义久战败被俘，从此被毛利家所幽禁。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尼子氏应该是自此名存实亡，过个10年20年后彻底变成毛利家的家臣。但是尼子家的家臣中出现了一位英雄式的人物，他就是日本战国最有名的名臣之一山中信胜，也就是通称的山中鹿之介。信胜拥立了尼子义久的堂兄弟尼子胜久为尼子家新的家督，组建了尼子在新军，力图夺回富田城，复兴尼子家。 Together we will make Amako great again。 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毛利家，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毛利家一直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打击。尼子在新军影响越来越大，大部分城池都难以独立对抗，袭击活动也就越来越频繁，史称背中兵乱。与此同时，毛利元就正在与大内氏的残余势力大内恢弘作战，眼见尼子在新军已经有夺回出云的气势，毛利元就寄希望于外交操作，他寻求淡马守护三明右丰的帮助。三明右丰之前以比较公开的态度支持山中鹿之介进攻毛利家在出云的势力，现在毛利元就请求他帮忙牵制住尼子在新军，因为现在毛利家和三明家的争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他们必须对抗共同的强敌，刚刚护送足利一朝上洛的大魔王织田信长。信长也不含糊，为了防止毛利家顺利整合西国势力，直接派出2万大军进攻淡马，给西国打算骑强的势力一个下马威，由羽柴秀吉，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吉率领。而三明右丰就是这个幸运的杀鸡儆猴里面的鸡，秀吉迅速地攻下了他的居城慈羽山城。事实上，信长原先的战略中，这才是平定中国的第一步。此后，毛利元就于1571年去世，他的孙子毛利辉元继承家督。辉元刚即位不久，就决定接受因反对信长而被流放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这也就决定了之后数年日本的历史走向。自然而然的，毛利家已经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反信长力量的本愿寺显如的背后支持者。大约从1576年左右，信长派出明智光秀、细川藤孝率军攻略丹波和丹后，同时派出羽柴秀吉率领少数人马从淡马出发攻略美作，并且命令秀吉，如果战事顺利的话，可以直接继续攻略备前，无需先请示。也就是说，除了毛利本家，所有的缓冲势力和毛利的盟军都在这次进攻的目标范围内，意图不言而喻。于是织田和毛利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尼子胜久和山中鹿之介成为了织田联军的一员。1577年12月1日，织田联军占领了福原城，12月3日又占领了上越城。为了进一步进攻别所长治的三部城，秀吉将刚刚夺下的上越城交给山中鹿之介镇守。铺垫了这么久，标题封面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今天我们主要讲山中鹿之介和上越城之战。虽然进入正题有点晚，但接下来就是精彩的故事了，记得点赞订阅哦。山中鹿之介判断秀吉兵力不足，尼子家很有希望立下大功，被信长恢复领地，于是立刻出发前往京都迎接尼子胜久回来复国。而另一边，宇喜多直家得知山中鹿之介离开，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对上越城发起进攻。激战之后，直家夺回了上越城。1月下旬，尼子胜久和山中鹿之介率领尼子在新军主力归来。据记载，光骑兵和正规武士就有1000人之多，10万担的大名所能拿出的全副武装的兵力也不过如此。毛利军完全没有预料到尼子残军竟有如此规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受直家委托守卫上越城的真壁彦久郎见状惊慌失措，直接弃城而逃。尼子胜久和山中鹿之介轻松入城，宣告尼子家恢复。作为曾经的三英霸主，尼子家威名尚存，他们将从备前开始复兴的传言迅速在整个中国地区传开，让人们开始前往上越城支援，城内的斗志也达到了高潮。而另一边，真壁彦久郎面对区区浪人部队，被吓得连求援的回信都等不及，就仓皇逃跑的事情，成了毛利盟军中的笑柄。宇喜多直家为了挽回部下的失态，多次尝试进攻上越城，不过这段时间基本是尼子在新军和宇喜多直家在拉锯，织田军主力和毛利军主力都没有直接参与。
虽然李子军多次向秀吉求援，也有过弃守的时候，但是直家也一直无法真正的控制上月城，最终还是会回到李子家的手中。1578年正月，毛利联军率先做好全面远征的准备，毛利辉元派家臣立屋元重到木津城，而玉就英到岩屋城，彻底控制了濑户内海的航运，由海路向山部城提供支援，并且骚扰秀吉军。4月1日，毛利军进攻别所重中的波摩别府城，但是由于秀吉及时的增援而没有落成。以别府城为桥头堡逼退秀吉的作战失败之后，毛利军转而打算趁着织田军根基不稳时发动全面决战，一举将信长的势力赶出西国，这就需要先稳定战线的后方。于是毛利军2大诸侯及川原春和小早川龙井共同率领3万先锋军进攻孤城深入的上月城。4月初，吉川原春先从土居沿大日山川向西移动，本阵在上月城西北的高地上布阵，另外派出山原胜重领5000人在作用仓的山谷布阵，又派出义田元祥领5000人在大月城的大守位置筑城驻扎。与此同时，小早川龙井从八塔寺关攻入波摩，派山村清澄率领一支部队防备秀吉军从基路方向的反击，主力部队则是沿着秋里川北上，登上并占领了上月城背后的高地木高大城。小早川龙井之所以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是为了从这里截断上月城的水源供给。除了吉川和小早川，宇喜多直家也派出了他的弟弟宇喜多宗家前来增援。宗家沿千种川布阵，警戒秀吉可能从3日月方向前来支援。这还没完，而玉就英也派出700艘战舰前来支援，封锁了濑户内海的西部，防止信长直接派遣大军走海路前来支援。毛利盟军光是布阵就花了1个月时间，到5月中上旬，已经有超过6万大军直接参与了围攻上月城。另一方面，秀吉包围山部城久攻不下，已经错过了战略计划的时机，现在连进攻支城都感到困难。这时传来了毛利军围攻上月城的消息，秀吉于是先观察毛利军的动向，看见各方向正在前往包围上月城的毛利军绵延不绝，直接躺平摆烂。那是不行的，现在的信长下面你敢摆烂的话，那真的是要掉脑袋。4月，秀吉派出族中半兵卫前往安土城，向信长说明情况已经10万火急，要求信长再给2万到3万的增援。自己这边则是留下了5000名士兵继续包围三部城。秀吉本人几乎没有带武器和物资，只是带着少数进士前往上月城。到5月3日，伊丹发兵的荒部春重和加古川发兵的羽柴小一郎成功会师，合兵1万人，由秀吉亲自指挥增援上月城。然而秀吉军看到的是已经如铁桶般包围了上月城的毛利大军，不如说就算突破了外围的3万毛利军成功进城支援，15000的守城部队也挡不住包围圈内的3万毛利军。此时的吉川元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们在对面的山上整夜燃烧着篝火，白天他们的士兵就在山间和山谷中来回赶路，但完全没有要过来的迹象。这些家伙5月14日，毛利军炮击上月城，造成了许多伤亡，但双方并没有因此开始战斗。伊子家和秀吉都在等待信长的援军。此时信长也下了血本，他派织田信忠担任总指挥，领2万人支援中国远征军，这意思是要接受毛利家的挑战，就在上月城和三部城进行最终的决战了。但信忠这边由于将领们在决战地的选择上僵持不下，援军在加古川附近停了下来，完全没有要去支援上月城或者三部城战事的迹象了。无奈之下，秀吉亲自前往京都求见信长，向他提议说，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不如加急进攻，拿下三部城，不过相对的就必须要放弃上月城了，这样可以吗？信长同意了这个提案。5月19日，秀吉派出山中陆之介的女婿龟井之举作为使者前往上月城，向他们传达上月城守不住了，希望李子在新军全体立刻不计代价从城里撤退的建议。龟井之举成功的潜入城内，见到了山中陆之介，但是陆之介直接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回复秀吉说，这种包围之下强行突围也难保不会全军覆没，既然已无胜算，那就让我们在上月城里战斗到最后吧。既然被拒绝了，那也没有办法。秀吉军从6月24日午夜开始撤退，到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与许多直家帐下的将领中村三郎左卫门看见中村一世的部队回撤到了千种川的对岸，立刻派快马向上层建议道，现在让我去追击中村一世的话，战端一开，只需1战就能攻下上月城。毛利军核心收到消息，马上接受了建议，组织起对秀吉军的追击。
吉川家和小早川家的部队直接突入了秀吉军的侧翼，秀吉方则是由福岛正则和枯尾吉晴转头迎击电军，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中，秀吉军几度陷入危险情况，损失极其惨重。但是毛利军也担心战线拉长之后，信中的主力部队会乘机将毛利军截断，提前进行最终决战。此时的织田信忠已经有了相当的威名，而且毛利方的消息显示，信忠已经亲自整合了明智光秀、陇川一义、丹羽长秀、细川藤孝的人马。现在信忠带着织田信雄和织田信孝率领着大军前来西国，就是要和毛利家决战，这给了毛利辉元很大的压力。于是毛利军并不敢深追，秀吉军的大队在26日基本脱离了前线。顺带一提，其实当时织田军高层的情况和毛利军是完全一样的。织田方收到的情报也是毛利军已经集合了山阴、山阳以西所有的力量，要来和信长军进行最后决战。信忠之所以突然停止行军，最大的原因就是按照原计划支援上月城的话，他担心阵型太长会被毛利军乘机从海上截断，提前进行决战。其实信忠军这个判断已经决定了尼子家的结局。随着秀吉顺利撤退，上月城内也达成共识，绝无取胜可能，该讨论如何以最小的伤亡进行投降了。最终尼子家提出了如下的投降条件：尼子十旗之一的神西城城主神西元通切腹，尼子家归附毛利军。7月2日，还没有收到毛利家回信的情况下，神西元通在城内能被毛利军看到的地方切腹自杀。然而就在第二天的7月3日，毛利家的回信就送到了。毛利家提出的接受投降的条件是，如果家主尼子胜久以及他的弟弟尼子通久和嫡子丰若丸3人切腹的话，就保证城内将士生命安全，不接受除此以外的任何条件。神西元通服侍了尼子家一辈子，看着尼子家由盛转衰，始终是鞠躬尽瘁。作为武士，本应该是过了精彩奋斗的一生，入土之前却是白白送了命，不得善终，真的是白白送了，实在是可悲。而胜久早已猜到自己难逃一死，收到回信之后，毫不犹豫地召集家臣说：“我们3个现在就切腹，你们之后就用我们的首级去投降。”然后他对山中陆之介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命令，你一定要活下来。”然后再次让尼子家再兴。7月5日，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龙井确认3人已经切腹，向山中陆之介递交了一份保证将城内士兵安全送回家的书面誓约，上月城开城投降。不过山中陆之介也没有 make Amako great again and again 的机会了，他被押送回去的路上，被毛利军的护卫河村新左卫门从背后袭击杀死，享年34岁。山中陆之介幸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忠于主君，不离不弃，砥柱中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最后战无可战，退无可退，以身殉主，至死不渝。简直就是尼子家的杨握眼石可法，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忠义精神的代表人物，被后世诸多天皇将军作为正面教材反复传颂，得到了三英麒麟儿的美名。当然这里边也有尼子胜久作为主君的惺惺相惜和绝对信任。尼子胜久在复兴尼子家的道路上，无论时局变化兴衰扭转，他始终坚定地相信和支持山中陆之介，把尼子家的一切乃至自己的生死都无条件的交给他，和前不久真田幸村篇里面提到的那位亡国之君比，简直是鲜明的对比。我想山中陆之介这样的家臣也只会出现在尼子胜久这样的主君帐下。至此上月城之战结束，秀吉和尼子联军完败，尼子家彻底灭亡。不知道如果尼子再兴军按照秀吉的建议不计代价逃出上月城，是否会有另一种发展。至于之后毛利军和织田军的战争将如何继续，就在黑田官兵卫的正片中演绎了。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有态度的日本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